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为各位介绍的是战旗类的支撑设置。那我上一篇呢是介绍于机甲类的支撑设置。那因为有些人觉得说上面的支撑，射的比较粗，那如果要印小东西的话，可能大概要怎么做？所以呢，我这次呢就介绍一下有关于战旗类的支撑，然后呢，你可能列印上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那首先这是列印出来的成品。好，这是要讲失败的部分。好，因为东西很小，我们现在先把它放大。那首先呢，是如果你要印这种小东西，或者说你刚买列印机，那你可能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它会好像有成型，然后又好像没有成型完全，它会这样片状，就变成一片一片的。然后这边底下呢，就是支撑会断掉，可能到某一个地方就断掉了吧。嘿，它会印出来，支撑会长，可是它到某一个部分就断掉，然后最后呢就会变这样一片一片的。我们来看一下它，成功的是长怎么样？成功的是这个，这是成功的。成功的是这个，你看这个，这就这里，这是一个骷髅的手。那如果说有列印机，你也应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两个其实它的列印摆放方向是不一样的。这一个呢是这样方式列印，就是说你从载台上取下来是这样，这个是这样的。就只是差别只有差这样子而已啦。那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印小东西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啊。你如果印比较大的，其实是没有的。你看这种地方啊，它这个骷髅的手非常细啊，所以说你如果支撑你，我们今天在列印的时候。是本来因为我们那个列印机它的运动方向是这样子嘛，那你现在它是一直就是往上抬升，往上抬升，往上抬升。那往上抬升的时候，它这个地方，你如果是印比较大的物件的话，那其实是失败率会下降。可是如果说你印这种很细的话，它这种地方就很容易失败，因为它这个地方你支撑你用下去很容易就断掉。所以这个会失败，这个会失败。那因为这个支撑不是我设的，这是我买的这一组战旗呢，它的作者设的支撑就是长这个样子，这是我自己调整的，两个不一样。对这部分等一下又在切片软体里面再跟各位介绍。好，所以这是常见你会遇到一个问题。你就觉得说奇怪，我印大的东西这样摆没有问题，结果我印小的怎么会就出状况？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啦，因为它这个物件太细了。这是印战旗类的会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战旗啊，我拿这个来好了。其实你看那种小旗子啊，它做的很漂亮的，就是说它通常它的动作呢它的动作会不是一种站立直线型，它的动作反而会有一个很有动感，所以它的运动你会看到物件的摆放方向可能会多个角度。可是因为我们列印机呢，列印机就是我们是列印的时候都是就是上升式的嘛，就是说那种往上拉，所以我们列印机运动方向其实只有一种可是呢，它这个东西又这么细。所以说，如果说你让它从这个地方设支撑的话，那它可能变得很容易失败。不然呢，你看这个键印出来这么细，3D 列印机现在这种都印得出来哦，都没有问题哦，而且也很精致哦，这种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说印小东西好像很容易失败，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列印机啊，它其实运动方向只有一种。可是问题是我们今天它的旗子要做的漂亮，
它一定会多个方向。嘿，这就是练的时候你摆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好，接下来就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现在有人问我说，如果说你没有镂空的话，那怎么处理？因为我现在发现说，有些创作者他可能是在制作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还怎么样，他就是他给人下载的列印档，其实本身就有一些中空。如果说你遇到中空那个部分，也等一下会在切片软体中讲哦。其实如果说你遇到了挖空是这种类型，那就没有差。你遇到挖空是这种类型就没有差。放大一下。今天呢，如果说你要挖空物件的话，就是它一定要有一个大开口，一定要有个大开口，这样你挖空的话就没有问题啊。如果说是很小的开口，那就会出问题。这种小物件呢，就是说，如果说是，我是觉得那应该是创作者可能他那样练着出来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说你那些就是说那些空洞的部分没有去把它补起来，那你可能练起来，后续有可能会裂掉啦。我在猜，有些人说他使用树脂会裂掉，可能是这个原因。那部分呢怎么解决呢？就直接在等一下切片软体的时候跟各位讲解。好所以呢，其实练小的这个战旗呢，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了。其实主要就是说，因为它物件小，然后它有一个零件，通常它只会给你一个。可是呢，因为它的运动方向又很多个，就是说角色摆动为了有动感，所以它会多个方向性。那你练出来你会容易失败，原因就是在这里。另外一个就是挖空的部分。好等一下要进入到切片软体啦。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讲解一下刚才讲到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像这个这个是正常的哈。你看它现在你拉进来它是实心的，那我现在拉另外一个。来，你看它就变空心了。然后你拉进来之后，你看它要跟你说侦测到一个封闭的空箱。其实这个问题呢，不是说我是觉得有可能是创作者疏忽掉了，所以才会变这样子。那不只是底座像你如果是其他的创作者有时候他也会出现这种问题这是另外的创作者做的。可是你看，你放进来之后，它又侦测到了。那你看那里面就跟你说有5个封闭的空腔。对所以说呢，我是觉得有些人说它列印之后会裂掉呢，可能是这个原因因为你在列印的时候呢，那里面可能就是有空隙了。只是说你列印成功，可是你不知道说它是这个问题。对现在就是说，如果说你遇到这个的话呢，你要怎么去很简单的去把它解决掉？就是这样，你就点这个了这个是有空腔的嘛那我现在就点这个修复。那点修复呢，你就是选这个包覆外表面。对当然这个会跟你的那个电脑的效能有差异啦。好你看就变这样我现在再点回来。你看这个变这样我现在拉一个原来的好，你看这个呢，就是没有修复之前，这个是按了修复的。那你看就要变实心了。有差。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各位遇到这种小模型结果说你拉到切片软体的时候出现了这种就是那种讯号的话呢，那你就是用这种方式就可以很简单的把它处理掉。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讲解一下关于支撑的部分。那首先呢，左边呢这是我自行设定的，那右边呢是那创作者提供的。那左边呢，我是进行修复之后呢，然后再进行架设支撑。你看差别就会摆起来就会比较明显，就变这样子。那
可是不是说每一个零件都会像这样子啦。你看那个后面就是那个创作者他自己本身其他的，那这个就没有问题。你看他自己本身弄好的时候，其实就是实心的，这是可能会有一些细小的空洞吧，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个创作者是这样，而是有些其他的也会这样子，所以说呢，有些人说它裂印后会裂掉呢，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是树脂的问题，应该可能是这个的关系，因为里面有一些空腔啦。那你空腔的时候，其实在这种小物件上，它不会让你省很多树脂啊，反而会造成你以后可能会裂掉吧。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说呢，最好还是修复之后再进行裂印会比较好一点。好接下来就将刚才那个示范的时候，有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失败的地方嘛，失败就是在这边。那因为我们在摆放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战旗它为了要做的好看，所以它的动作的就是会有很多个方向性。那其实你在摆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原则，因为你像我在摆啊，我就有时候会搞不清楚到底应该哪边向上，因为它这个整个因为猎印机的方向就只有一种嘛，可是问题是你物件的方向是很多个面向，那其实摆放就只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你尽量让最细的是往上的。我像这个物件啊，我就尽量让它最细的是往上的，像这个手的地方，它是比较细的部分往上，这样你印出来的成功率会比较高啦。当然不是说像这种摆法一定会失败啊，而是说你如果看到的时候，那你可能如果说你愿意自己调整，那你可能用这种方式，你大概调一下呢，会成功率会比较高一点，比较不会说出现像那种就是它可能会支撑到某一个地方断掉，然后就有出现那种片状。对，或者说你在练之后，你发现说，出现这种片状，那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改善它，因为就是那个地方，因为你支撑射下去，结果它那个地方本来就是很细的，所以它很容易断，所以最好还是由粗的地方往细的地方长，这样比较好一点。好，接下来要支撑的设定的部分，那现在讲一下关于支撑设定的部分。那首先呢，一样我是跟上次一样是使用魔术支撑，那其实你免费版的一样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就是说我先设一个。先让它把悬空的部分全部架设起来，然后接下来再把所有地方全部架设好。用下去又变这样子。对当然会跟那个一般的看起来，它就是会支撑数量比较少，就是说接点会比较少，可是一样可以成功。对，那接下来呢，就是说战旗类呢，其实因为你物件很小嘛，所以你支撑的部分呢，你可以再做一种其他不同的变化设计。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其实上次印那个机甲类的，我们有讲到这个接触深度的部分。这接触深度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你的支撑点太细，对不对？那你想要让它稳固一点的话，那你可以把支撑深度调深一点。对所以说呢，像这个 middle 啊，这个 middle 的部分啊，你就可以把支撑深度调深一点。对，这样它会比较稳健一点，印出来会比较稳啊。对就是说，因为物件本身就很小嘛，那你那个面又不能很大，就是说你那个支撑点你这支撑点射出也没什么用，因为它其他地方都还是没有接到，所以呢，你就可以把这个支撑深度把它调深一点，这样你印出来的物件呢，就是说它稳定性也比较强。对这部分呢，就是跟上次那机甲类呢，就是等于是做一个补充啦，也顺便提供给各位参考。